有关注我很久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，我曾经是一个有执照的导游，在2014年的18岁当年呢，就拿了执照，就当了导游了。当年我就带学生团，尤其是学生毕业旅行的。9年后的今天，我之前带过的学生找我了，他买了一辆 A45。哇，我又发现到我自己变老了哦，原来从小6已经长大成这样了哈。那我们来欢迎 Jason。Hello。哇，长大了啊，之前小只这样啊，现在变成这样高了啊。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车嘞 ？A45。哦，为什么会想到要接我？因为特地没有拍到45系列，然后你就买了一辆特地给我拍的啦。哦，1个礼拜车位哦。哦，那些每天问我几时要拍的啊，你去买一辆，好像他那样接我拍的。我们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去看车 ，Let's go。哇 ，A45哎，这个 W176的 A Class， 我之前有拍过一辆 A200，它把整个外观呢改得成 A45一样，是可以改的。很多 A180、A200、A250全部都可以改。可是呢，我跟你说，要怎么真正的认到出它是 A45呢？除了里面的这个椅子之外，可以改的其实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很难改的，就是这个 gear knob。这档挂只有 A45才会放在这边，其他都是用怀档的。如果你看到这个灯后面是一个 C 的话，它就是一个 Pre-facelift 版本。Facelift 之后呢，就是好像之前我试驾的 A200那一种有双边开的那个，就是 Facelift 版本了。在马来西亚售卖的 A45呢，总共有分为3个年份啦。2013年、2014年的时候呢，它的内饰呢是小小的 screen 的。之后2015像这辆呢，就会升级了这个中间的主机，直到2016、2017的话呢，做一个小改款，前面的 daylight 呢是 light bar 的，不是一点点像这样的哦。后面的尾灯也换掉，就是这样。这辆车2015年车主用了180千左右买回来的，它的价钱是相当高。如果你以这同等级竞争对手 Volkswagen Golf R， 它的价钱会比这个便宜一点点，它的年份会新一点点，看你怎么选。通常人都会识别那个 logo， 奔驰的 logo 就是香。这辆车是 Pre-facelift 的 A45， 它没有任何可以调整的避震器，所以它是用这 Sport Suspension。Facelift 之后，它也就是 Adaptive Suspension， 可以调硬软的，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。用这 Michelin PS4S 的轮胎，时速为235/35 ZR19 寸，所以这个轮圈是我的最爱，像一个脚车 rim 这样的。配搭着相当大的一个 AMG 的4活塞刹车卡钳，刹车通风碟是350mm。来到后面这边呢，也是2根手指的高度，轮胎的尺寸也是235/35 ZR19， 后面的刹车通风碟是330mm。后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刹车卡钳的，卡钳也是相当大的哦。外观呢是一个简简单单、原原装装的 exhaust 都是原装的。当年呢引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，它是有选配 AMG Sport Exhaust 的，可能要加多一个1万多2万块，好像是哈、哦，什么都是加钱。尾箱的话就没什么好说，跟我之前拍的 A200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。MyV 其实还要比这个来的大，没有备胎，可是有一个电箱在后面。OK。车钥匙哦，跟普通的 A Class 没有什么分别，可是呢，它就是有一个 logo 在这里。这个盖饰也是可以换的哈，在 Shopee 啊都很多。它的门真的是很厚重哦，这种哦，德系车钣金都感觉到非常的扎实。副驾驶这里有电动调节座椅，这个就是 lumbar support 那些的，里面有 carpet 哦。这里类似像 carbon fiber 的这种 plastic， 你讲空间这辆车是真的是没有这么好啦哈，可是就是一个字硬。
它是没有无钥匙启动哦，插入钥匙非常有仪式感的。那奔驰呢，只是需要掰一下就好了，它不需要就是你要转到它 crank 到为止，你直接就是。 哇 ，start 了之后还有一个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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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声音。这辆车的前左轮的TPMS sensor 已经是出问题了，所以它会有闪灯。我们打开头灯，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问题的，非常的厚。然后它下面这里是 D shape 的，双区的恒温空调有带自动的。哦，这个就是它的挡挂了。切换到 D 的话，就是踩着刹车拉下去 D， 这个就是 D 了啦。然后要去 N 的话呢？ 好像 BMW 那一种电子挡挂一样的，驾驶模式呢是这里切换，有 Sport、Manual， 我现在是 M 了啊，所以你可以用 Pedal Shift、Comfort 这3个模式，所以它是没有 Race Mode 啦 ，Facelift 之后才有的。进入 P 是按这里，它的电子手刹是在这里的，拉是解除，推进去就是咬合，手扶箱。之前 A200的内饰也是差不多这样的，其实没有太大分别的 OK。 这个仪表跟普通的 A250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的米特是可以到320的，都是黑底的啊。你可以切换一些显示，可以看一下你的油温、水温，还有变速箱的温度。我们看一下后座空间，这里我的身高173哦，前面已经调整我的驾驶座位了，空间看起来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椅子是比较薄了一点，这种 AMG 椅子，前面的椅子是比较偏硬一点啦。如果坐长途的话，我可能会坐到有一点小小的屁股痛，但是它是一个 semi bucket seat， 是非常的运动化，看起来也是非常帅的一张座椅哦。这张座椅一对不便宜哦，如果你要改在你的 A250的话，算好像没有那么划算。中央有冷气出风口，椅垫是比较偏短一点点的，可是好在它是空间比较大了一点，没有这么压迫感哦。这里的窗会比起 Golf R 偏小一点点的，对一些人不适应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，可能会晕车的感觉。好可惜啊，这辆车没有中央扶手。哇，橙灯呢，我比较喜欢这种灯呢，讲真的会比较温和一点，比较舒服一点哈。所以它是有小小的 ambient light 在这里 ，thumbs up 灯，打开引擎盖 ，OK。 哇，这副引擎真的是很热嘞 ！AMG 车就是热啊，这种高压缩比，这种turbo车就是哇！你会看这边有签名是吧？它写 handcraft by 谁？只要是真正的 AMG 的车呢，它是用手工来打造这个引擎的。可能每一具的马力有一点不一样，像 GTR 这样子啊，因为它不是机器弄出来的哈。大号为 M132的2.0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，地表算是很强的一个2.0公升的，它是双涡流的引擎，可以产生的360匹马力，还有450个牛顿米，配搭着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，0到100为4.6秒，极速为250 km/h。这辆车主要是有配搭的 4MATIC 的一个四驱系统，我相信它应该跟 Golf R 差不多。当它知道你的车在过高速弯的时候，它自动分配它的力道之外，它还会 kicks in 那个 4 wheel。这种小钢炮的话呢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试驾了啦。小钢炮还是大钢炮还是车大炮，我们等一下就知道。坐起来都会有一点那种战斗的感觉哦。整个 bucket seat 开始给到你比较硬邦邦的哈。试驾了，踩一点油哦。这种 DCT 的车啊，你必须要踩一点油，让它的这个离合器结合了之后呢，它就可以顺顺的走哈，不像一般的那种 AT 一上车就是松开油门，它就会自动滚出去，它不是这样子的哈。OK， 那哇，这个 Comfort Mode 的话，方向盘都开起来是非常的轻盈一下。喂，怎么还开 wiper 了？哦 ，sorry。诶，它 wiper 怎么自动开嘞？哦，有一点下雨哈，呵呵。吓到我一下。Comfort Mode 的话，这辆车都开起来很轻松，只是如果你比起普通的 A Class 的话，它的怎样的话，它的悬吊都会比较偏硬一点点的。然后这辆车的悬吊跟普通 A Class 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的，前面是一个精致版的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 Four Link， 在操控上面会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的。可是说现在我开起来了，因为没有改过 exhaust 哦，好像整辆车都是很安静这样哦，还没有放到 Sport。如果放到 Sport 的话，好像那个排气管会有那个啵啵啵那种声音哦。你刚刚拿车1个礼拜哦，其实它是前车主原装到现在还是怎么样？原装到现在。这么还这样好的？喂，这么有 auto start stop 啊？然后它的 mileage 是大概6万，整个车况相当的好，你很少会看到有一些刮痕啊还是什么，真的是非常的照顾哦。但是这个 A45的方向盘呢，旁边是有一点带那种阿坎塔拉的，可能手出汗的话会弄到它变色了哈。换挡拨片都是比一般的 A Class 来的大一点点，不是那种 plastic 的哦。不是镀上去的，真的是不错。你买回来有修什么东西吗？这个普通车会用打压4条，用了多少钱？1条15块哈，是吧？哦，因为 PS4S 啊，你买这种车你不可能去买一个加布朗轮胎的嘛，是不是？然后 service 方面的话，是不是大概要1000块啊？
换一下黑油啊，2000，可能换一下牙油啊，是不是？Formatic 油大概300块左右的，如果是牙油大概也是要1500这样。如果是换牙油，可能是1000多一点点，因为通常换牙油的话，它会换买 filter 啦、oil seal 啦，一次过会比较好。机油方面呢，原厂是建议用5W40的，它需要5.5升，所以 service 一次的话是大概950之内啦。是要看你用什么机油最重要，所以不用在评论那边问我啊，这辆车保养费多少钱？你想都知道，你可以开得起一个360匹的马力的车呢，保养费肯定是不便宜的。就好像你今天养这一个很有力的马，你一定是要给它去吃多一点好料、补身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子简单。买车容易，养车难啊！哇，这个 Comfort 的这个油门要踩得很深，可是喂，我几次进到Manual嘞，我要讲按99 pedal shift 就会回去低了。加第5次不好像的。然后你买了之后是谁在家？没有，放在家。放在家里，拿去做工又不是很适合这样子。它只有 Comfort、Sport 还有 Manual 罢了，还没有就是 Normal Mode 给你哦。哇老诶，所以就是 Daily Drive 是 OK 的，我觉得它的悬跳不会偏硬，可是它的座椅就是比较硬一点点啦。如果是你拿长途驾的话，我觉得你坐到可能怡保那边，你就可能腰就有点不行了。如果你比起普通的 A Class 的话 ，A Class 的那种座椅会比较软一点点，它的那个发泡棉会比较厚一点点。这辆车如果是在 Comfort Mode 的话，我降档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那个 exhaust 啊。它就没有那个 pop 的那声音咯。如果是放在 S 呢？换挡都会比较 aggressive 一点哦，积极哦。OK， 所以在 S 档的时候啊，在 Sport Mode 的时候呢，就会换挡会有那个 pop 的声音。哇，真的是来了，这辆车整个是精神掉了。感觉到这个车是开快哦，有一点颠哦。它这个方向盘它有那种 speed sensor 啦，如果你在低速的时候是真的很轻，高速上面它会很紧凑的感觉，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假，好像在玩 game 这样子哦。这个会比较自然一点，它给你的阻力的感觉哦，是相当的自然。OK。然后这辆车的配搭的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AMG Speed Shift 的，你不要以为只是换一个牙油这么简单哦，还有一样东西要换，就是 Clutch， 还有2片要换，所以价钱可能在5到7000块左右。我说出来这个价钱可能会吓死人的。都说了，你要马跑得快，你就要为它吃多一点好料。为什么会考虑 AA45呢？没有考虑到好像 Golf R 还是什么？就是比较喜欢Merc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。通常 Golf R 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卖你的 Golf R 18000，可是人家又看到，对这个 A45也是18000，我觉得 A45会比较香一点，毕竟它是一个奔驰啊。这辆车的这个油门上面呢，在 Comfort Mode 会比较迟缓一点点。比如说你今天要超车，我把这个一脚油门踩下去，你可能要等一个0.1到0.2秒左右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等它的涡轮迟缓是没有这么多的，它只是因为它要等它降档哦，所以就是等到它降档了之后呢，它的涡轮才 kick in， 然后给你动力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3000转左右的时候，你用 Manual Mode， 你再踩，你看，它油门跟它的 Turbo 是 OK 的，只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这样子加，你要超车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用到这个换挡拨片，自己去降档会比较好，要不然它真的你等它老半天了，0.1秒、0.2秒都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哦。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 ，Sport， 踩完。用 launch control 吧，都已经这样的这个沥水哦，用 launch control 你会吓死我的，你会一下子弹出去。我会比较怕做 launch control 啦，其实不要经常去玩会比较好。压箱不是讲很耐哦，这样子的话，快啊，这样子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 Formatic 的话，在雨天啊那些可能会驾得会比较安心一点的，毕竟四个脚趴在地上那种感觉，普通的 A Class 开不出来这种弯道的感觉，整个底盘是非常的厚重扎实。其实不是说普通的 A Class 不好，而是它的四驱系统给到你这种信心，就没有话好讲啊。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音响哦。
觉得在我们拖街驾驶或者是山路驾驶哦，开这种歌真的是很棒，它的音响又好，你又可以一边享受这个音乐，它的 bass 这种价钱它给到你这种料是很 OK 了的。你开过这辆车最快的时速啦？你有去过多少？140，140，240哦，还可以再上的哦，这辆车不是开玩笑的，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小钢炮，人家挑战你都是随时可以去跟它蹦的，没有问题的单车。360P 很够用，跟你说真的很够用。如果你再 up 一点哦，真的是很暴力啊！我觉得这个已经够暴力了嘞。如果是那种400P、500P， 我们讲价这样子。OK， 现在是130，我过这个弯道。这辆车还是感觉到很重一下的哦，大概是1500公斤左右哦，感觉到。可是呢，就是好在它没有一个屁股咯。想当年这辆车是因为奔驰要纪念45周年，去推出了一个叫45的系列。它一推出3个款式，有 A45、GLA45 还有 CLA45的。这3个款式各有不同，这个是 hatchback， 一个是4门的掀背型，另外一个是一个 crossover。如果老实讲啦，你给我会比较喜欢 CLA45的样子，因为它是有一个4个门哦，它是有屁股嘛，感觉到比较 sexy 一点。可是如果你讲操控好的话，还是 A45，因为它体积本来就是小，而且没有一个屁股的。GLA45的话，它也是有它的味道，可是就你感觉到像一个 crossover SUV 的感觉啊，但是油耗也是比较高，因为它比较大量一点的，所以大家的油耗是旗鼓相当。可是如果你觉得你是想要经常玩山路的话呢，A45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。这辆车你这打Run 95还是97啊？95哦，可以support 95。打多少钱打嘛呢？这油缸不有讲很大咯，40多litre啊，不到50litre哈。吃油吗？这样子？没有踩就不会吃。如果你没带就会有的。可以走多少公里啊？这样子？不清楚，没有算。加50吧。可是这样子，如果是这样子加130、140，我会觉得它的风声是蛮大一下在这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就是惯性的 Mercedes 的一个通病 ，C-Class 也是这样的，一到了一个年龄之后，它就会这样，可能就是这个胶条的关系咯，你可能要去换。然后它的这个胎噪也是比较高的哈，这样子毕竟还是一个 PS4S 啦，你用的轮胎也是不会进到哪里去的，是一个咬地的轮胎。会有一点像是半熔胎的感觉啊，随时降档。你要4000多转换挡是真的是非常棒，我很喜欢那个发梢，它的这个发梢跟DH 的发梢有点不一样的哦，感觉到它特地弄出来的声音的，感觉到。可是 DH 是那种很自然的一个声音，不是说不好听，而是它的感觉就是这样。我这辆车我真的不能开慢诶，我随随便便踩已经是130了的。你慢慢加的话，这辆车感觉到很慢哦，真的。哦 ，I like that sound, man。哇，这辆车已经是一个非常小，不是小钢炮了，我觉得是大炮了。这个车很厉害耶，这辆车已经是又没有那个发梢了，不够转速。OK， 我现在行驶130啊，我试一下这个大弯。你说这个大弯的是，它的方向盘比 Golf R 还重哎，这个 Sport Mode 的时候，哇，这个车不要来啊！蛮灵敏一下，这个 Sport 知道我在踩刹车，还会降一个档给我，所以它比较聪明的一种感觉。我觉得这辆车哦，很有那种什么感觉，就是一个上班族，是不是？穿西装打领带，然后坐在 office 里面，然后当他一下班的时候呢，解锁这辆车，坐在车上把那个领带一松开哦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，就是就去了。表面上看下去是一个西装，可是它是一个暴徒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奔驰的性能车，我们称为叫做西装暴徒。哇，来了。又没有了那个发梢，抓不到。我要发梢，没有，不够，真的不够，真的不够。
好了，那我就来到云锦三角这边了啊。下一集很多老铁们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，我们就是要把这辆车给开上云顶了。虽然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啦，希望那个马路不要湿湿的，拜托拜托。虽然我们有4matic， 可是还是下雨天要小心一点的啊。这个试驾就到这，哎，你会听到有那种放炮bubble声哦，有没有？啵，在后面稍稍的声音。可是如果没有改排气口，我觉得 OK 的，这个声音都很给到你很爽的感觉了哈。Parking brake 是还要自己按的，这个挡挂的这个保养的非常好，因为很多人都是黏黏啊，然后一个个都动了的。这车主真的是很有保养，我觉得你去买一个套的它比较好一点，指甲弄到你就非常感谢杰森，下个影片再见哈。好，等一下就冲上云霄了。那试驾到这里，我觉得我试驾这一种豪华的钢炮级别呢，我真的是没话好说，我也没有什么 comment 给他，他真的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是真的很强大。我觉得买得起的有钱人都懒得理我说这些废话啊，反正像我这种买不起的人，我会给他一些评价。最后的驾驶结论是什么呢？有钱就是任性哈。我是 Eder 爱的人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